而我们则是要让运动员轻装上阵，底下铺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席蒙斯。我们把着陆缓冲的压力和复杂性从天上转移到了海上的平台上，用网系的协同放大了捕获的窗口。这种舰体轻量化加平台复杂化的思路，不仅降低了火箭本身的控制门槛，更关键的是保住了运载能力。同等条件下，运力损耗直接降到了 15.8%。火箭一头扎进网里，被稳稳的挂住啊，就像回收舰载机一样，用特种网索挂火箭，卸掉一部分动能，对火箭的落点的偏差容忍度就会更高，柔性捕获的安全性本身对舰体的冲击就更小，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回收失败的风险。因此，这个技术路径不仅火箭重要这个席蒙斯领航者号也很了得，这可是个25000吨级的大家伙，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当火箭从天上以极高的速度砸下来，在距离海面10公里重启发动机，进入准悬停状态之后，最后要在10米高度展开挂钩跟阻拦网精准挂接这个画面不仅很科幻，而且呢还体现了我们在高海况的动态平衡的控制力。这种跨界的整合，把航天工程和船舶工程捏合在了一起的玩法，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们能干得如此的举重若轻。同时呢，网系系统呢还可以通过系列化的设计适配不同吨位的火箭，因此未来才可以直接向更大的载人登月火箭延伸。本次任务同时还验证了7台 YF-100K 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并联，以及山格舵高精度的姿态控制、发动机多次点火与深度节流、载入防热海上回收船动态定位等等关键技术的验证，全部都是为可复用火箭的底层核心技术服务的。可以说路线逻辑上，美国走的是舰端复杂化、地面简端化到地面极端复杂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我国则选择了平衡舰体与地面系统复杂程度的协同路线，更适配我国大吨位火箭南海落区的实际条件。因此别看 SpaceX 已经有了成熟的商业化的路径了，但是先发也意味着试错的成本，后发也意味着少走弯路。SpaceX 通过回收技术把发射成本一下子压到了$3000每公斤，而接下来长征10号和领航者号这个配合可以直接把我们现在的发射成本砍掉50%到80%，规模化运营之后同样能把单位发射成本压到2万人民币每公斤以下。那你说这个价格跟 SpaceX 差不多呀，可是咱们载荷还大呢。原本美国人觉着是可以靠着 SpaceX 的先发优势，可以把我们的星网牵翻这些万颗级低轨卫星星座的部署进度死死的卡住。结果现在好了，长征10号乙起飞，推力890吨，近地轨道运力不低于16吨，太阳同步轨道不小于11吨，这完全就是对着大规模星座组网量身定制的太空重卡，一次就能拉几十颗卫星上去。我们终于有了自己不受制于人的低成本大运力太空物流通道了。打破垄断本身就是在革西方产业利润的命，而我们这个文明的脊梁骨它比较硬，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脖子上被卡着又站不直溜。总有人问说，小莫同志你说咱好的地方为什么总要贬低对方呢？因为2019年香港发现了星链，因为玻利维亚的政变特斯拉深入其中，因为近地轨道的卫星数量有限，我们现在的卫星数量正陷于星链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不相信美国人所谓的技术中立，我要在符合我国利益的举措和胜利之际大声疾呼，我们看见了某些人的狼子野心，我自家的枪炮也准备好了。金融理论也好，科技竞争也罢，从航天技术的突破到货币主权的扩张，在当前世界已经从一超多强向双强鼎立的格局演变的局势之中，这都是大国角力的一部分。你当是课程讨论过家家呢？打破金融垄断，打破太空的运力垄断和打破舆论的垄断，都是我辈之责任。如今虽然今年4月美国已经完成了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的任务，但是首次载人登月推迟到了阿尔特弥斯4号，官方目标呢是2028年初执行。而此前呢，蓝色起源的巨大爆炸实际上已经极大的动摇了美国登陆的物质基础，发射架坏了，新的建不起来旧的那几个用的捉襟见肘。美国的基础产业空心化正在层层的腐蚀掉曾经的工业明珠。而本次长征10号乙的成功发射与回收，已经稳稳的迈出了我国登月征途的又一步。伴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成熟，它必将带动火箭发动机、尖端新材料、精密控制导航等上下游庞大的产业链的全面攀升。在这场迈向星辰大海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工业巨塔的每一块基石都在散发着稳定而强大的力量。
为人类探索宇宙边缘贡献着不可替代的中国方案。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